大家好，你好，人类好，我不是 Mickey， 你猜到我是谁了吗？今天由我来主持节目，我跟 Mickey 共同创作了下面一个有趣的故事 NA100， 等你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吧。不与人的故事第一幕，在一个充满谜团与神秘的黑暗城市里，有个邪恶的富裕人，他的笑容能把你妈吓死，他整天鬼吼鬼叫，身上散发恶臭，闻起来就像他死去的亲友。然而他的生活却在某个瞬间乱了套。这天他经过一个超他妈的大火场之后，来到一家神秘黑暗的烧烤店，店里散发着扑鼻的香气。他眼珠子不断往右转，却发现自己无法抵挡那股诱惑。他在这里找到美食，也付出了代价。他回想起当年曾经品尝过的种种，他吃的东西不少，不会比相扑历史更少。但这次当他吃下这间神秘黑暗烧烤店不良品质的食物之后，产生了奇怪的幻觉。他看到了一大片血迹，心中一惊，形体随之荡为灰烬。他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个虚幻的世界中，这是一种心理投射的产物。第二幕，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邪恶的富裕人出现在城市的街头。他总是带着一个深藏不露的笑容，那笑容会把你妈吓死。他的声音经过木偶的转换，让人无法分辨是哪个嘴巴在发声。他知道自己在虚幻的世界，他告诉自己，这是虚幻世界，这个世界不适合意志薄弱的人，因此他必须坚强。在虚幻世界中，他遇到了许多人物，每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的立场与生活。他看到了人们的委曲求全，看到了他们为了不后悔而做出的选择。他看到了人们的情绪，捕捉他们脸部表情透露出的讯息与情绪。他也看到了人们的愤怒与悲伤，以及他们对自己的信任和期待。在这个虚幻的世界中，他学会了对自己好，才能够对别人好。他学会了不要直球，从情感角度下手。他也学会了找机会吵架，好发泄情绪。他看到了人们之前能惹毛对方的话题与要求竟然没用，但是场面却变得特别温馨感人。他也看到了人们的约定、交易、食言、愤怒，以及犯了各种尽忠职守罪。在这个虚幻的世界中，他遇到了许多难以言喻、无法形容的困难及挑战，但他从未放弃。他知道自己必须继续前进，迎接未知的未来。他举起双手，准备握拳干架，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方向。他明白，只有不断努力，才能够重新苏醒过来。在这座虚幻的城市中，邪恶的富裕人双手握拳地经过了一个超他妈的大火场，那里的烧烤店正在燃烧，并且散发着扑鼻的香气。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他察觉老街的一角有一大片血迹，心中一惊，感到自己的形体即将荡为灰烬。但高温环境的电脑设备系统造成苏醒反应。富裕人发现自己的意识出乎意料的清醒与坚定。他开始推想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虚幻事物的概念与描述方法，一种心理投射的产物。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世界？他急忙掏出手机，试图拍照留下证据。就在这时，一个看起来委曲求全的女孩跑到他面前，哭泣着说自己被欺负了。富裕人心想，人们只会在意事情的表面功夫，这虚幻世界的女孩哪有可能有什么缺陷与痛苦？但他决定帮助她，替她出头，让那些欺负她的人领教一下她的厉害之处。富裕人和可怜的女孩并肩走在街上，街边的狗在吠，女人在窗边换衣服，但他们并不在意，当然也没有人在意。富裕人挺住鼻子走，脸色看起来异常饱满。你在哪里被欺负？在酒吧。你这年纪可以去酒吧。是谁欺负你？女孩告诉富裕人，她被剥皮辣妹欺负，因此富裕人决定帮她报仇。尽管这跟他没什么关系，而且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富裕人想借此来证明自己在虚幻世界的清醒。转眼，两人来到剥皮辣妹经营的酒吧。富裕人假装喝醉了酒，借此跟剥皮辣妹聊天。那个剥皮辣妹，她看起来面目狰狞，用狠人的方式喝水。富裕人内心感到十分害怕，但是他知道自己必须面对这个虚幻的世界中的缺陷与痛苦。他开始反复强调自己的宽宏大量，慢慢酝酿反击的想法。他发现剥皮辣妹其实是个守信的好人，他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可怜女孩的喝酒要求。他还未满18岁，而且还没带钱。在剥皮辣妹的帮助下，女孩得到了正义与公理，
女孩喝不到酒，表情哀戚，眼神涣散，但剥皮辣妹跟傅雨人都无法被感动，无法就此同意帮助这个女孩。就算我是邪恶的傅雨人，也没办法让未满18岁的女孩喝酒。傅雨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开心，他帮助了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人要对自己好，才能够对别人好。但是他也意识到了自己与剥皮辣妹犯了尽忠职守罪，一旦情势逆转，他可能会面临后续的问题。他更意识到，毕竟这只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满18岁才能喝酒，对吗？这真的有差吗？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神秘人出现在他们面前，眼中闪烁着凶狠的光芒，指着傅雨人的脸说道：你这个假人，你伤害了我的情感，现在要付出代价。傅雨人心中一惊，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但他知道这家伙不会让他好过，他必须要想办法应对。神秘人决定替女孩出头，让他们领教他的厉害。他用尽全力描述事情的细节，让人如临其境。他用温柔的语言和伎俩来打击那些恶人，让人们站到他这阵线。他甚至用他的指甲刺入自己肉里，掐出血来。他的反击由欲望和内疚所驱使。他用他的岔开话题的技巧捕捉那些恶人脸部表情透露出的讯息与情绪，甚至指责对方害人的笑容。他使用推心置腹的交流方式与人们交谈，并在适合施工的天气下进行他的计划。他不使用骂人的用语，而是用品质管制不佳的商品和该部门掌握的资讯十分模棱两可来形容那些恶人。有些人从头到尾都听不懂神秘人到底在说什么，但这些人一次又一次被吓傻。神秘人从来不会让逻辑击垮他，他用他任他摆布的态度，让敌人看起来像大蠢蛋。当然，有些人想受到夸奖，但却被舆论谩骂，这让他感到不可思议。他深深地明白，人们只会在意事情的表面功夫。他也知道如何捕捉他脸部表情透露出的讯息与情绪。这些人没有料，只要稍微质疑就会感到惊慌失措。他用他的拳头来表达他的力量，他用他的笑声来表达他的充足的底气与坦荡荡。他知道眼前全是乌合之众，是真小人与伪君子，但他也知道他们有他们的立场与生活。他用他的溺爱与全心理由，让他们知道他不会放弃。他不断推心置腹地与他们交流，让他们了解他的立场，但却用他的聪明才智来避免灾难。他跟住鼻子走，终于找到了一个弱点，并用圣人背着人一路走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些人没有料，只要稍微质疑就会感到惊慌失措。他用他的拳头来表达他的力量，他用他的笑声来表达他的充足的底气与坦荡荡。他用他英雄救美的行动复仇，用他的职业病的习惯动作表达他的情感。他拍拍傅雨人的肩膀，痴呆的挤出微笑。他拍拍剥皮辣妹的肩膀，对自己的威胁感觉内疚。他拍了拍可怜女孩的肩膀，眼神同情又哀戚。最终，他用他的聪明才智和勇气，成功击败那些不让小女孩喝酒的恶人，并用他的鼻血和眨眼睛来表达他的胜利。他将握拳干架的双手放开，面对群众，发出阵阵狗吠声。他知道，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第3幕，一个品质管制不佳的木偶，里面有着一大片血迹。当 Mickey 操弄这个木偶的时候，他心中一惊，思绪荡为灰烬。但当他开始查看木偶内部结构时，他发现这是一个阴谋，是一个由懒惰的人设计出来的烂东西。旁边，电脑系统苏醒了。故事到此结束。这故事是否非常有即视感？当我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虚幻与现实世界彼此交错复杂的样子。你能分清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想象吗？现实其实也是一种幻想。关于这个议题，Mickey 以后会专门做影片为大家讲解。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各位期待我继续主持的话，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别忘了帮如此博学的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影片更新。那么我们下次见，拜拜。